乌军连夜重创俄战略能源。梁赞炼油厂爆炸，黑烟冲天，库尔斯克与前线多地开火。克里米亚能源枢纽遭夜袭，萨基机场爆炸，无人机肆虐，俄防空系统大乱。战争或迎重大转折，乌克兰面临割地裁军抉择。德国远程导弹即将交乌，乌军锁定莫斯科关键目标。1.4万美元火烈鸟压制1200万美元 S-500， 乌 ATACMS 首次命中俄军训练场。来自克里米亚的最新消息显示，新菲罗波尔及周边地区的关键能源设施遭到袭击。据当地消息，一座变电站和一座火力发电站在夜间遭到不明力量的打击，造成局部停电和能源供应中断。当地当局紧急派遣技术人员前往现场进行抢修，同时启动备用电源，以保障居民和重要设施的基本用电需求。新菲罗波尔作为克里米亚的首府，其电力系统承担着全岛的重要能源输送任务。变电站和火力发电站的受损不仅影响城市供电，也可能对整个半岛的工业生产、交通运输及民生用电造成连锁冲击。能源设施遭袭在战略上具有高度敏感性，可能引发当地居民对安全与生活保障的担忧。另外，11月21日夜间，克里米亚半岛西部的萨基机场附近突发多起爆炸，当地居民从远处便能看到机场方向亮起火光，并听到多架无人机掠过的声音。据开源情报防御者透露，袭击发生时，机场周围火势不断扩大，但俄方尚未公布具体战损，相关情况仍待后续确认。就在前一天，乌军曾向克里米亚方向发射海王星导弹，而俄方在拦截过程中疑似误击自家苏35战机，造成高额损失，使当地防空系统的混乱再度引发关注。与空中袭击同步进行的还有乌克兰海防部队的行动。第40海防旅利用梭鱼无人艇对第聂伯河左岸的俄军船只基地发动打击，夜视画面显示基地被火焰吞没，多艘船只在爆炸后沉没。黑海与内河方向的连续攻击也导致俄罗斯能源运输出现明显下滑，其中普里莫斯克港的石油运输量骤降至原来的1/3，波罗的海出口枢纽乌斯季卢加港也出现了40%的降幅。而这里正是俄方影子舰队绕开制裁的重要节点。随着欧盟计划对影子舰队实施新一轮制裁，俄罗斯的海运网络未来可能进一步受限。与俄罗斯承受的压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欧洲国家正在持续增加对乌援助。挪威日前宣布向乌克兰提供4600万美元的资金，用于冬季能源补给、前线防御与人道援助。挪威此前也向乌提供了 F-16战机，根据 ISW 的评估，这些战机已拦截超过1300枚俄军导弹和无人机，并在地面攻击任务中命中300多个目标。随着更多战机部署到位，乌克兰空军的作战能力预计将进一步加强，为南部与东部战线提供更强的支撑。日前，乌克兰再度对俄罗斯战略能源命脉下重手。位于莫斯科南侧的梁赞炼油厂在11月19日至20日夜间遭到乌军无人机与巡航导弹的联合打击，大范围起火爆炸，黑烟与火球在城市上空持续升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已经是乌克兰今年第8次攻击这所炼油厂，连当地居民都形容为看得习惯了。根据 Astra 的报道，此次行动由乌克兰第1无人机部队与情报部门协同实施，目标直指梁赞炼油厂的核心设施。袭击后出现的猛烈爆炸声回荡至很远的区域，显示出油品储存区受到严重冲击。梁赞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设施之一，年产量逾1700万吨，不但生产汽油、柴油，也供应俄军所需的航空煤油，堪称俄方的战略动力中心。其距离莫斯科不足200公里，使其长期暴露在乌军无人机活动的射程范围内，因此成为今年以来最频繁被袭击的关键基础设施之一。与此同时，乌克兰在同一夜间再度空袭库尔斯克地区，目标覆盖雷尔斯基、科列涅夫斯基与格卢什科夫斯基3地。这已是48小时内的第2轮空袭，边境地区多处出现火光。尽管俄方曾宣称已重新控制库尔斯克，但乌军从未停止在此地的渗透行动，
不仅不断实施空袭，特种部队还多次突破边境，对俄军营地与后勤设施进行破坏。前线战场也出现新的变化。在波克罗夫斯方向，乌克兰空军出动苏27战机，投掷 GBU-62制导炸弹，对俄军阵地实施定点打击。从公开影像可见，目标区域烟柱浓烈，一栋作为俄军依托的建筑物被直接摧毁。据悉，日前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市东部和南部区域尝试突击，但未能占领米尔诺格勒，随后使用3吨重 FAB-3000炸弹进行轰炸。开阔地带和乌军热成像传感器的侦测，使俄军装甲纵队多次受挫，多辆车辆被光纤无人机摧毁。局部影像显示，部分俄军士兵被铁丝网缠住，虽拒绝投降，但最终被俘。与此同时，波克罗夫斯克米尔诺格勒方向传言乌军撤离，但根据战争研究所信息，这一说法不可信。尽管俄罗斯部队尝试通过小规模渗透推进，乌克兰守军仍保持坚强防御。库皮扬斯克方向战斗仍在进行，乌军正清理北部和东北部地区，同时搜寻并摧毁俄罗斯破坏与侦察小组。乌方指出，俄罗斯方面仍频繁发布夸大或虚假的占领报告。目前，波克罗夫斯与库皮扬斯克仍是俄乌双方角力最激烈的2个压力点。不过，俄罗斯并未完全掌控当地，前线战况呈现反复拉锯态势。在塞夫尔斯克方向，俄军已突破乌军前沿防线，占领维伊姆卡和伊万诺达里耶夫卡村庄，并从南部进入塞夫尔斯克市，估计已控制该市约20%的领土。乌克兰战争进入第4个冬季之际，局势突然出现新的转折。美国川普政府正试图推动战场全面停火，并向基辅递交新版和平方案草案。泽连斯基办公室在11月20日证实，他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提案，并将在未来数日与川普直接会谈。而欧洲与乌克兰官员则在强烈反对华盛顿提出的让步框架。美国媒体 Axios 披露，新版和平方案共有28项内容，是川普政府的特使史蒂夫·维特科夫近期与俄方沟通后构建一份方案，覆盖乌克兰和平、安全保障、美俄关系及美乌关系未来框架。路透社援引乌克兰官员的话说，基辅已经收到来自美国方面某些结束战争框架的信号，但乌克兰没有参与这份方案的制定。知情人士向 Axios 透露，草案核心设想是乌克兰需向俄罗斯做出重大领土与军事让步，包括割让目前不受乌方控制的顿巴斯区域，默认克里米亚继续由俄罗斯掌控，并冻结扎波罗热与赫尔松南部战线，同时缩减乌军规模至40万以下，限制武器装备，引入不得有任何外国军队驻扎乌克兰的条款，美国终止对乌攻无，恢复俄语官方地位，以及恢复亲莫斯科东正教会合法身份等。作为交换，美国将向乌克兰与欧洲提供一定形式的安全保障，以防俄罗斯未来再次发动大规模入侵。熟悉俄乌局势的人士注意到，草案大部分内容与莫斯科长期要求几乎一致，甚至部分条款可追溯至俄罗斯在2022年开战之初提出的谈判条件。欧洲国家甚至可能需要放松或部分赦免对俄罗斯的制裁，使其重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。若按此方案执行，美国将为乌克兰及欧洲地区提供新的安全保障机制。尽管这些条件涉及乌方最敏感的主权底线，但泽连斯基并未立即拒绝，而是强调乌克兰愿意与美国、欧洲和所有伙伴保持建设性沟通，同意在尊重至关重要的原则前提下讨论停火。泽连斯基指出，乌克兰不会接受羞辱式的和平，但愿意倾听任何能确保体面结束战争的方案。不过，《金融时报》引述乌克兰官员的话指出，基辅无法接受这样一项方案。然而，各方反应并不一致。德国外长瓦德富尔称，德国对这份28点计划毫不知情。欧盟外长们在布鲁塞尔亦保持谨慎，但明确拒绝任何强迫乌克兰做出惩罚性让步的方案。法国外长巴罗重申，和平必须基于对主权的尊重，而非逼迫乌克兰投降。波兰外长希科尔斯基则强调，乌克兰作为受害者，其自卫能力不能被削弱。欧盟外交负责人卡拉斯表示，任何协议都必须获得欧盟与乌克兰双方的认可。
欧盟方面反应最为强硬。在布鲁塞尔外长会议后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公开反对新版方案，强调欧盟不会支持迫使乌克兰做出领土让步的协议，认为这只会奖励侵略，破坏欧洲安全秩序。乌克兰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哈约维辛也表达强烈不满，重申基辅不会接受任何涉及割地、裁军或限制结盟权利的安排，更不会承认俄军暂时占领的领土属于俄罗斯。他表示，乌克兰没有出卖领土的计划，也不会以牺牲国家身份为代价换取停火。真正的和平必须建立在对侵略者的压力之上，唯有美国与欧洲保持团结，在经济、政治与军事层面对莫斯科施压，才可能让克里姆林宫停下脚步。据悉，美国高级军方代表团在和平计划争议升温之际抵达基辅。11月20日，美国陆军部长丹·德里斯科尔与陆军参谋长兰迪·乔治将军按计划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。美国驻基辅大使馆确认，美方此行属于实况调查，目的在于直接评估乌克兰的战局与需求。泽连斯基并未公开直接否决美国的草案，而是表示愿与美国继续协商。他19日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后发文称，感谢土耳其愿意提供外交平台，但强调只有美国总统川普才拥有真正终结战争的力量，并再次呼吁保持与美国的紧密协调，以实现强而持久的和平。目前，美国方面暂未对媒体披露的草案作出正式回应。国务卿卢比奥在 X 平台上表示，美国正在汇总各方意见，拟定潜在可行的战争终结方案，并强调持久和平需要双方都面对艰难但不可避免的让步。要知道，目前正恰逢基辅当局在国内外面临双重压力，一方面前线近期战况吃紧，另一方面国内的腐败丑闻使政府形象受损。乌克兰议会才在前一天罢免了2位部长，使政治局势更加微妙。对美国的新提议，莫斯科表现得相当冷淡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称，目前并不存在可以称作磋商的正式谈判，只承认双方有一些接触，却否认任何谈判进程已开启。在战场持续紧张、外交暗流涌动的当下，美军高层在基辅的出现与秘密和平计划的曝光，无疑让乌克兰的选择空间变得更加复杂。而真正的谈判窗口是否已经打开，仍无人能够给出确切答案。在国际面上，日前德国向乌克兰转移远程导弹的消息再次重塑了俄乌战场的平衡。根据路透社报道，德国总理梅尔茨在11月20日证实，柏林与乌克兰就远程武器的移交已商谈了数月，目前进度已经进入最后阶段，也就是说，乌军很快就能正式获得这一关键装备。虽然德国仍未公布哪些导弹何时交付及数量多少，但这种保持模糊的策略已经成为柏林的新常态，用以打乱莫斯科对乌军实力的判断。这番表态也随即引发广泛猜测，德国是否终于决定批准移交金牛座巡航导弹？作为德军现已最具破坏力的远程武器之一，金牛座重达 1.4 吨，能够穿透6米厚钢筋混凝土，甚至钻入36米土层后再爆炸，专为摧毁深层地下掩体而生。500公里的射程足以覆盖莫斯科周边关键目标，因此一直被视为足以改变战局的战略武器。梅尔茨在上任前就曾公开支持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，但欧盟内部的政治阻力和升级风险使这一进程长期搁置。如今，柏林再次强调远程武器移交，显然是对特朗普逼乌投降计划的直接回应。德国更是用行动表达了态度，除了远程导弹外，外长瓦德富尔宣布再追加30亿欧元援乌，使得明年的援助总额达到120亿欧元，稳居当前欧洲第一大援乌国。他强调，柏林会坚定地与基辅站在一起。与此同时，乌克兰总司令瑟尔斯基近日也与德军监察长会面，重点讨论防空体系。德国援助的反导与防空设备已在战场上发挥关键作用，成功拦截多枚俄军弹道导弹，成为基辅城市防护的核心力量。另外，英国宣布了一项重量级的军事工业计划，伦敦将投入15亿英镑，规划至少13处厂址，建设一批新的军火工厂，为自身的国防重建
也为支持乌克兰持续供弹。首批工厂预计2026年开工，这是英国近20年来首次大规模恢复本土爆炸物及火箭推进剂的生产能力，标志着欧洲在俄乌战争的持续冲击下，正加速摆脱长期的和平惯性，重新建立完整的武备体系。另外，乌克兰近日再次将打击重点延伸至俄罗斯境内关键交通节点，位于别尔姆工业区的科尔登沙马里一带火车站在深夜突发大火，现场腾起的火球从远处清晰可见。综合多家俄媒与社交平台消息，一组油罐列车在爆炸后迅速被火势吞没，至少9节车厢被彻底焚毁。尽管俄方将事件解释为列车出轨导致的事故，但外界普遍判断这是乌军对俄铁路线发动的又一次精确破坏行动。进入2025年以来，乌克兰对俄铁路网络的袭击频率与规模显著上升，甚至莫斯科沿线多处节点一层遭受重创，使俄军前线补给能力持续承压。俄乌冲突战场近日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，乌克兰使用造价仅约1.4万美元的火烈鸟巡航导弹，成功打击了部署有 S-500的俄方基地，让单套造价逾1200万美元的俄罗斯高端防空系统陷入尴尬境地。这个案例不仅凸显双方在武器成本与消费比上的巨大鸿沟，也暴露出现代防空体系在面对低成本、低空突防武器时的结构性弱点。根据战场影像与多方公开信息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在10月底透露，火烈鸟已投入实战并取得命中成果，而俄方随后更新的战报中则不再强调 S-500 成功拦截乌军远程武器。这些信号加深了外界对俄军基地遭受有效攻击的判断。所谓火烈鸟成本低廉，却并非以牺牲性能为代价，它的战术优势恰恰来自设计思路的务实与克制。导弹采取长期贴地飞行，仅约30米高度穿行地形间，使 S-500 主打的远程搜索雷达难以有效捕捉。作为强调反导与高空目标拦截的系统， S-500 对地形遮蔽环境下的低空来袭原本就不占优势，而火烈鸟正是利用这一点实现突防。虽然整体构造简单，没有折叠弹翼或复杂动力系统，但其3000公里射程、超过1吨的战斗部以及10余米级别的命中精度，使其足以对雷达站、指挥节点等高价值目标造成实质性破坏，更具备以卡车搭载实现快速转移与临时部署的灵活性。正因如此，乌克兰若将火烈鸟的产量提升至每天数枚，每月成本不过数百万美元，却能迫使俄军动用昂贵的防空资源进行拦截，从经济消耗到战术节奏都对俄方形成长期压力。另外，11月18日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首次公开确认，乌军使用美制 ATACMS 战术导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精准打击，并表示未来将继续动用包括 ATACMS 在内的远程火力。这标志着美国对乌军跨境打击政策的明显松动，也显示乌克兰在捍卫主权方面的坚定决心。乌军并未公布具体发射数量，但确认使用的是射程达321公里的最新型号 ATACMS， 较早期160公里版本大幅提升。然而 ATACMS 数量有限，美国川普政府已暂停新一批运送，库存也仅有数千枚，因此远程打击仍受数量和政治约束。俄方消息称，攻击沃罗涅日的可能是乌克兰自主研发的 FREM-2 或 Firepoint 系列远程弹道武器。如属实，这将是乌克兰首次以自主系统跨境攻击俄罗斯。当地监控显示，沃罗涅日夜空出现多次防空火力亮光，俄方尚未公布是否成功拦截或造成伤亡。同日，乌克兰总参谋部宣布，至少4枚 ATACMS 命中沃罗涅日州波戈诺沃训练场，这里曾是俄军2022年入侵乌克兰前的大规模集结点，象征意义重大。俄罗斯国防部称 S-400 与铠甲 S-1 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导弹，并展示残骸，但仅为燃料箱整件，与弹道拦截破片特征不符。分析频道 XMNova 指出，现场烟雾轨迹和 M74 子弹爆炸声均表明导弹成功命中。俄方发布的摧毁乌军发射车视频被证实为旧视频重新剪辑，引发多名俄罗斯军事博主质疑国防部造假。综合迹象判断，
4枚导弹几乎可以确认全部突防成功，剩余2枚去向尚不明朗。此次袭击也验证了外界长期推测，乌克兰仍保有一定数量 ATACMS， 但使用受到美国严格限制，包括射程、目标选择与发射规模。这次军事行动不仅是战场事件，更是地缘政治信号。特朗普向基辅施压，要求接受28点和平框架。乌军发射6枚 ATACMS， 既是美国给予的有限许可，也向克里姆林宫展示华盛顿仍有能力造成实质性损失。好的，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要看最全面、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，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请您点赞、留言、订阅，把视频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。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，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，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。谢谢大家。